我们人类今天能站在地球生态链的顶端，追根溯源，居然要感谢一颗直径10公里的天外陨石。更颠覆固有认知的是，早在恐龙横行地球的1亿多年里，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根本不是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只能缩在巨兽脚边捡食虫子的渺小存在。他们早就学会了挖掘地穴藏身，习惯了在暗夜中穿梭觅食，甚至敢主动猎杀幼年恐龙。他们不是在苟延残喘勉强续命，而是在阴影里蛰伏了1亿多年，默默积蓄力量，只等一个翻盘的契机。今天我们就顺着一块块埋在地下上亿年的化石线索，一步步推演还原哺乳动物到底是怎么从不起眼的边缘物种，一步步接管陆地，征服海洋，最终演化出智慧生命的。这其中的每一次转折，都藏着生命最残酷也最精妙的生存逻辑。看到最后，你或许会明白，所谓的地球霸主从来都不是永恒的头衔，而我们人类也不过是这场漫长演化长跑里的一名临时选手。很长一段时间里，古生物学界有个近乎共识的结论：恐龙时代的哺乳动物就是生态链最底层的存在。体型稍大的也就和家鼠差不多，更小的甚至不如一只甲虫，终日昼伏夜出，躲在落叶层和地下洞穴里，靠吃昆虫，捡恐龙吃剩的残渣度日。恐龙在白天的地表耀武扬威，它们就在黑夜里偷偷出来觅食，连正大光明抬头看天空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观点统治了学术界近100年。毕竟从化石规模来看，恐龙化石动辄数米长，10几吨重，骨架摆出来就能震撼所有人。而同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大多只剩几颗牙齿，几块碎骨，两者放在一起，实力差距悬殊的就像站在大象脚边的蚂蚁。没人会觉得蚂蚁能威胁到大象，自然也没人相信那些巴掌大的哺乳动物能在恐龙的统治下翻出什么浪花。但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碎片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被清理、修复和研究，这个维持了近100年的认知正在一块块崩塌。最先打破僵局的是在中国辽西出土的一具完整化石。这具化石距今已经有25亿年，它的主人叫爬兽，体长能长到1米，体重12到14公斤，差不多和现在的中型犬一样大。这个体型放在恐龙时代当然算不上巨兽，但在当时的哺乳动物族群里已经算是不折不扣的顶级掠食者。真正让整个学界震动的是这具化石腹腔里的秘密。科学家在它的消化区域找到了一堆细碎的骨骼碎片，仔细拼接还原之后发现，居然是一只鹦鹉嘴龙的幼崽。这个发现刚公布的时候，质疑声铺天盖地。有人说肯定是这只爬兽碰巧捡到了恐龙尸体，不过是食腐而已，算不得捕猎能力。也有人说，说不定是2只动物刚好死在了同一处，骨骼堆叠造成了假象。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所有质疑都被一一推翻了。我们可以做个最简单的推理，如果只是碰巧遇到腐肉，它胃里的骨骼不会集中在消化区域，更不会出现均匀的胃酸腐蚀痕迹。更关键的证据来自它的身体结构。爬兽的颌骨粗壮，肌肉附着点非常发达，咬合力远超同体型生物，牙齿锋利带锯齿，完全是撕咬鲜肉的配置，和食腐动物的牙齿形态天差地别。而那只鹦鹉嘴龙幼崽体长也就20多厘米，对爬兽来说刚好是可以轻松制服的捕猎尺寸。这就意味着至少在25亿年前，哺乳动物就已经不是只能捡残羹冷炙的弱者了，它们已经敢对恐龙后代下手，已经在恐龙统治的缝隙里
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捕食者路线。我每次看到这句话时，都会忍不住想，那个时代的恐龙或许从来没把这些小家伙放在眼里，他们不会想到，这些自己随手就能踩死的生物，居然敢偷偷捕食自己的幼崽，更不会想到1亿多年后，这些小家伙的后代会彻底接管整个星球。这大概就是演化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当下的微不足道，从来不代表永远没有翻盘的可能。当然，敢和恐龙硬碰硬的爬兽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哺乳动物走的是另一条更稳妥、更隐蔽的生存路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双带兽。双带兽体重也就2到5公斤，和一只普通家猫差不多大，但你绝对不能以体型衡量它的生存能力。如果按身体比例换算，它的咬合力比现在的斑鬣狗还要强悍，坚硬的骨头在它嘴里就像脆骨一样，能轻松咬碎。可能有人会疑惑，好好的小型哺乳动物长这么强的咬合力干什么？答案非常现实，为了不挑食。在恐龙统治的时代，优质的食物资源基本都被恐龙垄断了。鲜嫩的植物有植食恐龙啃食，鲜活的猎物有肉食恐龙争抢，轮不到哺乳动物来挑挑拣拣。哺乳动物要活下去，就必须能吃别人吃不了、不屑吃的东西。双带兽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生存者，昆虫能吃，腐肉能吃，小型爬行动物能吃，实在找不到新鲜食物，骨头也能咬碎了吸食骨髓。它不用和恐龙争夺栖息地，不用抢最好的觅食区域，只要有一点边角资源就能撑下去。除了不挑食，它们还有一项核心的保命技能——挖洞。现在已经有大量化石遗迹证明，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掘地的习性，很多物种干脆长期生活在地下洞穴里。地下和地面几乎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地面上温度忽高忽低，有顶级捕食者游荡，有各种天灾冲击，但在地层之下，温度常年稳定，能躲开绝大多数天敌，还能储存食物，躲避恶劣天气。你可以把当时的地面世界比作一个弱肉强食的公开决斗场，恐龙是站在聚光灯下的拳手，风光无限，而哺乳动物就是在地下通道里谋生的普通人，虽然不显眼不风光，但风吹不到雨淋不到，稳扎稳打的繁衍种群。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它们的繁殖速度极快。大型恐龙从孵化到性成熟，动辄需要几年甚至10几年，繁殖周期漫长，种群更新速度很慢。但双带兽这类小型哺乳动物，妊娠期只有短短几个月，幼崽出生后几个月就能达到性成熟，繁育下一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它们能更快地通过繁衍积累基因突变，更快地调整身体特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很多人本能地觉得生存靠的是力量和体型，但在演化的长河里，能扛和能生很多时候比能打重要的多。恐龙赢了1亿多年的白天，却没能扛过那场突如其来的末日，而哺乳动物在黑夜里躲了1亿多年，最终等来了属于自己的黎明。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陨石，以每秒20多公里的速度狠狠撞在了今天墨西哥的西克苏鲁伯地区。这场撞击的威力有多大？相当于同时引爆了10亿颗广岛原子弹。撞击瞬间，方圆上千公里的生物直接被高温气化，巨大的海啸席卷了全球所有海岸线，里氏10级以上的地震接连不断，全球火山纷纷进入活跃期。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真正杀死地球绝大多数生命的是之后漫长的核冬天。
撞击掀起的巨量尘埃和硫酸盐气溶胶被强大的冲击力抛到了平流层，然后随着大气环流扩散到全球，把整个天空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连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天空都是灰蒙蒙的铁锈色，阳光几乎透不进来，白天像昏暗的黄昏，夜晚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没有阳光，植物就没法进行光合作用，从蕨类到被子植物开始成片成片死亡。植食动物没了食物来源，跟着大批饿死；肉食动物没了猎物，也一步步走向灭绝。整条食物链从最底层开始彻底崩溃，越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死得越快越彻底。最终，地球上大约 75% 的物种永远消失了，非鸟类恐龙全军覆没，曾经称霸地球1亿多年的巨兽就这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活下来的是哺乳动物，而不是更强大的恐龙？很多人说是哺乳动物运气好，但你仔细梳理就会发现，这世上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运气，所有的幸存本质上都是早有准备。我们可以做个很直观的对比，大型恐龙就像城市里的摩天大楼，看着宏伟壮观，威风凛凛，但地基一震，管线一断，最先坍塌的就是它们。它们体型大，每日消耗的食物量惊人，对环境的要求极高，一旦食物链断裂，用不了几天就扛不住。而且它们大多生活在开阔地表，直接暴露在极端气候里，温度骤降10几摄氏度，根本没法适应。而双带兽这类小型哺乳动物呢，它们就像躲在地下避难所里的幸存者，本来就习惯了黑暗环境，本来就不挑食，什么都能吃，本来就住在温度稳定的地下洞穴。地面上天翻地覆的时候，它们在洞里靠着储存的食物，土壤里的昆虫，随处可见的腐肉，就能撑过最艰难的时期。外界环境越恶劣，它们这种低配生存模式的优势就越明显。我一直觉得，大灭绝的筛选规则从来不是谁强谁活，而是谁合适谁活。你平时的优势再大，竞争力再强，到了环境巨变的时候，对新环境的适配性才是唯一的生存标准。恐龙靠体型和力量赢了1亿年，却输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而哺乳动物那些看起来窝囊的生存技能，反倒成了度过末日的唯一船票。灾难不会永远持续，撞击过后大概10万到100万年，天空里的尘埃慢慢沉降下来，硫酸盐气溶胶也逐渐消散，阳光终于重新照回了大地表面。全球气温在撞击后骤降了10到15摄氏度，这时也慢慢趋于稳定，幸存的蕨类、被子植物开始重新蔓延生长，荒芜的大地一点点恢复了生机。这时候，站在演化岔路口的哺乳动物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是继续躲在地下和黑夜里，过以前那种安稳但憋屈的日子，还是走到阳光下，去占领那些空出来的广阔生态位。按照生物的避险本能，大多数物种会选择稳妥路线，毕竟经躲了1亿多年，黑暗和洞穴早就成了刻在基因里的安全区。但总有第一个踏出舒适区的物种，原蹄兽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代表。原蹄兽的体型很小，也就几百克到1公斤重，比现在的家兔大不了多少。但它的出现在哺乳动物演化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目前已知最早一批开始在白天活动的哺乳动物。在此之前的1亿多年里，哺乳动物几乎全都是昼伏夜出，阳光对它们来说意味着暴露，意味着天敌，意味着危险。但现在恐龙没了，
地面上没有了顶级捕食者，阳光第一次变成了馈赠而不是威胁。我们再看它的身体结构，牙齿形态既适合研磨植物，也能撕扯小型猎物，标准的杂食配置，刚复苏的环境里有什么资源，它就能利用什么资源。四肢长得修长有力，适合在地面快速奔跑，不用再依赖挖洞或者爬树来躲避天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演化里的全能选手，没有特别突出的长板，但也没有致命的短板。在环境刚刚恢复，一切都还不稳定的时候，这种全能性就是最大的竞争力。从地下走到地面，从黑夜走向白天，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却是哺乳动物整个族群的一大步。它们终于不用再躲在阴影里苟活，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阳光底下生存、繁衍，去开拓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当时大灭绝里活下来的不只有哺乳动物，还有很多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为什么最后是哺乳动物接管了整个世界，而不是其他物种？这就要说到哺乳动物身上最核心的竞争武器了——恒温。很多人对恒温的理解停留在体温保持不变的表层，但它的本质是一套自带持续动力的生命系统。爬行动物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完全跟着环境走。太阳晒够了，身体暖和了，就能跑能跳，捕猎觅食。阴天或者夜晚，体温降下来，行动就会变得迟缓，甚至连动弹都费劲。它们就像太阳能充电宝，有阳光的时候电量充足，功能齐全；没太阳的时候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甚至被动关机。但哺乳动物不一样，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持续运转的内燃机，不管外界温度是高是低，都能通过自身调节，把体温维持在最适合生理活动的区间。而为了支撑这套系统，我们演化出了毛发做隔热保温层，演化出了高效的呼吸系统输送氧气，演化出了强劲的心血管系统快速向全身输送能量，还有关键的横膈膜大幅提升呼吸效率，能支撑长时间的持续活动。这套系统的优势在哪里？在大灭绝过后的不稳定环境里，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垩纪刚结束的那段时间，气候波动特别剧烈，可能白天还20多度，夜里就降到冰点。爬行动物遇到这种极端温差，直接就失去活动能力了，连寻找食物都做不到，只能被动硬扛。但哺乳动物完全不受影响，不管天冷天热，都能正常捕猎、觅食、繁衍，生存时间直接翻倍。昼夜差异就更明显了。爬行动物晚上基本丧失活动能力，而哺乳动物24小时都能保持活跃，相当于一天比别人多了1半的生存时间，也多了1倍的觅食机会。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恒温系统虽好，消耗的能量也十分巨大。一只普通的小老鼠每天要吃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食物，才能支撑得起高速的新陈代谢。一旦食物短缺，这套高能耗的系统反而会变成沉重的负担，甚至直接变成催命符。所以演化从来没有完美的选项，只有权衡之后的选择。哺乳动物选了高能耗的恒温路线，换来了更强的环境适应力和持续活动能力。爬行动物选了低能耗的变温路线，换来了更强的耐饥饿能力和更低的生存门槛。只是在大灭绝之后的那个世界里，环境复杂多变，大量生态位空缺，更需要主动开拓、快速扩张的能力。这一次，恒温路线赢了，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接下来就是种群的爆发与扩张。科学家把接下来这段时期称为哺乳动物的适应辐射。简单说就是，一个生物类群突然发现
周围全是空置的生态位，就像突然闯进了一片没人开垦的肥沃土地，于是快速分化演化，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分支，去占领不同的生存空间。这个演化速度有多快？在地质尺度上，几百万年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但就在白垩纪结束后的短短几百万年里，哺乳动物的物种数量翻了几十倍，平均体型也从几十克长到了几公斤。有些演化之细，只用了1000万年就演化出了体重超过10公斤的物种。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行业风口期，风口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赛道都空着，有人做生产，有人做服务，有人做技术，只要你能站住一个细分赛道，就能活下去，就能发展壮大。哺乳动物当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地面上的大型捕食者位置空着，植食者位置空着，树栖生态位空着，甚至淡水和海洋里的生态位也空着。于是不同区域的种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演化道路，有的继续保持小巧体型，靠灵活机动和快速繁殖占据底层生态位，有的开始往大体型演化，强化消化植物的能力，往大型植食动物方向发展，有的强化捕猎器官和奔跑能力，成了新一代的陆地肉食霸主，还有的重新爬上了树木，开拓出了树栖的生存空间，其中就有我们灵长类的远古祖先普尔加托里猴。普尔加托里猴很小，也就和普通老鼠差不多大，但它的爪子已经适合抓握树枝，眼睛也有了一定的立体视觉，整天在树枝间穿梭，吃果子和昆虫为生。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树梢间蹦来蹦去的小家伙，日后会演化出拥有智慧的人类。当然，快速演化的另一面是极高的淘汰率，很多物种谱系匆匆出现，又在几百万年内快速消亡。它们演化的太过特化，只适应某一种特定环境，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立刻就扛不住，只能走向灭绝。这也是演化的常态，试错是常态，成功是偶然。绝大多数演化路线最终都会走进死胡同，只有极少数能一直延续下去，最终繁衍壮大，成为新时代的主角。在所有的演化分支里，最不可思议、最颠覆认知的一支，当属鲸类。谁能想到，如今海洋里的巨兽蓝鲸体重能达到180吨，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它的远古祖先居然是一种在陆地上奔跑的小型哺乳动物。时间回到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那时候的地球温暖湿润，海平面比现在高很多，沿海地区遍布浅海、湿地和西湖。有一种叫巴基鲸的小动物就生活在这些浅滩边上。巴基鲸长得和鲸这个字完全不沾边，个头和狼差不多，身高50厘米左右，体重15到20公斤，有4条腿，有毛茸茸的尾巴，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陆生食肉动物。但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体特征，它的中耳骨骼结构非常特殊，这种结构能让它在水下听到清晰的声音，而这个特征现在只有现代鲸类身上才有。我们可以合理推演当时的场景，最开始的巴基鲸只是偶尔到浅水里抓点鱼，摸点甲壳类动物吃，就像现在的熊一样。水里食物丰富，还没什么大型竞争对手，于是它们待在水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水环境的适应度也越来越高。然后就是漫长且持续的演化，为了更适合游泳，四肢慢慢扁平化，变成了鳍状，身体也变得越来越流线型，减少水的阻力。为了不用每次换气都把整个脑袋抬出水面，鼻孔慢慢向头顶移动，最终变成了鲸类的喷气孔。为了承受深海的巨大压力，它们的骨骼、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用了1000万到1500万年，这种在岸边奔跑的陆生小动物就彻底变成了海洋里的庞然大物。它们彻底放弃了陆地家园，把广阔的海洋当成了新的生存空间，甚至最终成了海洋里新的顶级捕食者。每次想到鲸的演化历程，我都觉得无比震撼。陆地明明是哺乳动物的起源主场，它们却敢放弃所有熟悉的生存方式，重新回到海洋里，从零开始适应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这不是什么退化，而是另一种极其勇敢的演化尝试。演化从来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规定说哺乳动物就必须待在陆地上，也没有规定说四肢就必须用来走路。只要能活下去，能繁衍后代，怎么走都是正确的路线。在鲸类逐步征服海洋的同时，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也在朝着巨兽的方向一路狂奔。大概2000多万年前，陆地上出现了一种叫巨蜥的生物，它是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之一，肩高能达到4.5到5米，体长7到8米，体重15到20吨，站在地上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体型完全可以媲美中型恐龙。巨蜥的出现其实是在向地球宣告一件事：哺乳动物不仅能熬过末日灾难，不仅能填补空缺的生态位，它们还能靠自己的演化达到和恐龙一样的体型高度，登上陆地生态链的最顶端。希克苏鲁伯撞击之后，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花了几千万年才完全恢复。在那之后的3、4千万年里，哺乳动物的体型一直在稳步增大。毕竟体型大了，天敌就少了，也更容易维持恒定体温，在种间竞争里更有优势。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体型变大的好处有多少，背后隐藏的隐患就有多大。体型越大，每天需要的食物就越多。一头成年巨蜥一天要吃几百公斤的植物，一旦遇到干旱，植被大面积枯萎，最先饿死的就是它们这种大体型生物。体型越大，繁殖速度就越慢。它们孕期漫长，每胎产崽数量少，又在成活率低，种群恢复起来特别困难。一旦种群数量降下去，很难再恢复到原有规模。体型越大，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越差。气候稍微发生波动，它们庞大的身躯就很难调整，要么热得无法散热，要么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存。这就是演化的悖论，你把某一项优势点到了极致，就意味着你在其他地方付出了同等的代价。你靠大体型称霸了一个时代，可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动，你也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地球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太多次了。恐龙时代的巨型蜥脚类倒下了，后来的巨蜥也因为气候变冷，森林消退而彻底灭绝了。那些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巨兽，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是走在演化钢丝上的舞者，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小型生物，虽然一直处在食物链的中下层，但抗风险能力极强，总能在一次次灾难里存活下来，然后在下一个时代重新演化出新一代的巨兽。说到底，演化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暂时的幸存者。如果说陨石撞击是突如其来的末日审判，那气候变化就是缓慢但持续的凌迟。哺乳动物崛起的路上，不只遇到过陨石撞击这种突发灾难，还遇到过一次席卷全球的极端高温事件。时间回到5600万年前，那时候的地球本来就比现在温暖得多，南北两极都没有冰盖，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但就在这个温暖的基础上，地球突然开始快速升温。短短1万到2万年的时间里，
全球平均气温又上涨了5到8摄氏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急剧飙升，最高的时候超过了1,000,000万分比，比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了好几倍。整个地球就像被扣在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里，热带森林直接延伸到了南北极附近，海洋温度持续升高，很多海域因为海水缺氧变成了生命禁区。陆地上的物种要么拼命往南北极迁徙，要么就只能想办法调整自身，适应高温环境。就在这场持续了大概13万年的极热事件里，我们熟悉的马的远古祖先给出了它的演化答案。始祖马是已知最早的马类之一，事件发生之前，它的体重有5到6公斤，和一只狐狸差不多大。但在极热事件最严重的地层里，科学家发现它的体型缩小了整整3成。为什么会出现体型缩小的变化？背后其实是最基础的生理规律。生物的体型越大，身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比值就越小，散热效率就越低。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块头身体里的热量散不出去，很容易中暑，甚至直接死亡。而小个子身体的相对表面积大，散热速度快，更能扛住高温环境。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植物的生长速度会变快，但植物体内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含量反而会降低。简单说就是，食物看起来变多了，但营养价值下降了。体型大的动物进食量大，营养跟不上，反而很难存活。体型小的动物吃得少，更容易满足基本的能量需求。一边是高温环境倒逼体型变小，一边是食物营养不足倒逼体型变小，双重生存压力之下，始祖马的体型就一代比一代缩小。很多人刻板地觉得演化就是越变越大，越变越强，但始祖马的例子告诉我们，根本不是这样。演化没有固定的前进方向，环境需要你变大，你就变大；环境需要你变小，你就变小。能根据环境灵活调整自身的，才是最后的赢家。这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最后慢慢平息了，气温逐渐降了下来，始祖马的体型也跟着慢慢恢复变大，最终演化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马类。但这段缩小的演化历史，恰恰是演化最真实的模样。它从来不是一往无前的升级，而是随着环境起伏不断的妥协与调整。说到这儿，我们其实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恒温这项能力。很多人把恒温当成哺乳动物称霸地球的终极密码，觉得有了恒温就等于有了无敌 buff。 但实际上，恒温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了你生存优势，也给了你无法摆脱的枷锁。我们前面说过，维持恒温需要消耗巨量的能量，在食物充足的环境里，这不是问题，高能耗换来高机动性，怎么算都划算。但如果遇到食物短缺、环境贫瘠的情况，这套系统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变温动物饿上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没事，它们可以主动降低新陈代谢速率，进入休眠状态，慢慢熬过去。但恒温动物不行，身体的发动机一刻都不能停，几天不吃东西就可能能量耗尽而死。这也是为什么在特别贫瘠的环境里，比如沙漠深处、偏远荒岛之上，往往是爬行动物活得更好，而哺乳动物很难长期生存。演化从来没有什么通用公式，没有哪种特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哪种特征是绝对的坏。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理局限、基因局限、环境局限，你选择了一条演化路线，就要承担这条路线带来的所有代价。有的物种选择了高度特化，把某一项能力拉到满级，在特定环境里如鱼得水，但环境一变就直接走向灭绝。
有的物种选择了泛化路线，什么都能做一点，什么都不算精通，但抗风险能力强，什么环境都能凑合活下去。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而选择的最终结果要交给环境来评判。我一直觉得看多了演化史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天选之子。我们今天觉得哺乳动物厉害，觉得人类厉害，不过是因为我们刚好踩中了这几次环境变化的节奏而已。换一个时间节点，换一种生存环境，最终的结局可能完全不一样。在所有的演化常识里，最特别、最难以定义的一种，大概就是大脑的演化。身体层面的演化，无非是跑得更快一点，咬合力更强一点，体型更大一点，但大脑的演化直接解锁了所有身体特征永远达不到的生存能力。大脑是个特别奢侈的器官，它只占体重的 2% 左右，却要消耗全身 20% 的能量。对于很多动物来说，演化出这么个高能耗的东西，完全是笔不划算的买卖。毕竟再聪明的脑子，能有利爪尖牙好用吗？能有庞大的体型好用吗？但大脑带来的长期收益，是所有身体特征都无法比拟的。有了发达的大脑，就能进行学习，就能记住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危险，就能识别复杂的生存环境，不用全靠固定本能活着。遇到新情况、新环境，可以通过思考找到解决办法。比如同样遇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植物，靠本能生存的动物，要么吃了中毒死亡，要么不敢吃活活饿死。但有学习能力的动物，能观察同类的反应，能记住失败的教训，能慢慢识出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在环境稳定的时候，这个优势并不明显，但在环境快速变化的时候，学习能力就是最核心的保命本事。而随着演化不断推进，大脑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大，最终诞生了我们所说的智慧。智慧到底有多特殊？在人类出现之前，所有生物适应环境全靠身体的演化，一代一代慢慢基因突变，改个几百万年才能勉强适应新环境。但有了智慧就不一样了，我们不用等身体慢慢演化，我们可以做衣服御寒，可以造房子遮雨，可以种粮食养牲畜，可以主动改造环境来适应我们自己的生存需求。这是地球生命演化几十亿年里第一次出现不用改变身体就能大范围适应环境的物种。但这也带来了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智慧到底是演化的终极方向，还是大自然又一次偶然的演化尝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人类拥有真正高等智慧的时间，在地质尺度上不过是一瞬间。我们靠智慧站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靠智慧改造了整个地球的面貌。但我们还不知道，智慧最终会带领我们走向永恒的繁荣，还是会像那些史前巨兽一样，在某一次环境巨变里轰然倒下。回望哺乳动物这1亿多年的演化史，你会发现，这从来不是一个弱者逆袭的爽文故事，而是一场漫长的、充满无数试错的生存长跑。1亿多年前，他们躲在恐龙的阴影里，昼伏夜出，卑微求生，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演化的脚步。他们有的练出了强劲的咬合力，有的学会了挖掘复杂的地穴，有的敢去捕猎恐龙幼崽，有的爬上了高高的树梢，还有的勇敢地跳进了陌生的海洋。他们没有统一的演化路线，没有既定的终极目标，只是在各自的生态位里努力活下去，努力繁衍下去。然后一颗陨石撞向地球，打翻了整个演化棋盘。曾经的霸主黯然退场，曾经的边缘角色登台亮相。不是因为弱者突然变强了，
而是因为环境彻底变了，曾经那些不起眼的生存技巧突然就成了通关末日的密码。之后的几千万年里，他们尝试了所有能尝试的演化路线，长成陆地巨兽，潜入深海称霸，奔跑在辽阔草原，栖息在茂密丛林，最终有一只灵长类演化出了智慧，走到了今天。很多人喜欢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真正看完这段历史，你会发现适者从来都不是固定的。今天的适者，明天可能就成了被淘汰的对象，今天的边缘角色，明天可能就是新时代的主角。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生命已经演化了38亿年，无数物种来了又走，没有谁是永远的地球主角。恐龙统治了1亿多年，最后还是消失在了地层里。哺乳动物兴盛了6000多万年，未来也未必能一直走下去。而我们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无数演化分支里的一支，不过是演化长河里的一朵小小浪花。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智慧，拥有了改造整个地球的能力，但我们同样要面对环境变化的考验，同样要遵守演化的底层规则。现在的地球正在经历又一次快速的环境变化，这一次变化的推手不是天外陨石，不是火山喷发，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全球气温在持续升高，物种灭绝速度在加快，生态系统在不断改变，变化的速度比以往绝大多数自然变化都要快。这时候再回头看6000多万年前的那场末日灾难，看那些熬过陨石撞击的小型哺乳动物，我们或许能得到一点最朴素的启发。真正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耀武扬威，而是永远保持适应的能力，永远对自然保有敬畏之心。未来的路还很长，下一个生命纪元总会到来。到那时候，我们人类是会继续繁衍下去，走向更远的星空，还是会变成地层里的化石，成为下一个智慧物种研究的对象？答案其实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里。